老少爷们儿、姐妹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夜里睡不着，整了2根烟，泡了缸子高碎，突然就想跟大伙儿唠唠嗑。咱们今天不讲那些名山大川里的神仙妖怪，也不扯什么盗墓倒斗的宏大叙事，咱们就讲讲东北老工业基地里那些发生在筒子楼、老家属区、废弃厂房里的市井鬼事。这些故事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特效，也没有血肉横飞的恶心画面，有的只是咱们老百姓日常日子里那些冷不丁让人后脊梁骨发凉的细思极恐。您要是胆子小，就赶紧把被子裹紧了。咱们这就开始。第一个故事，电线上挂着的肉。90年代初，在东北这地界儿，做买卖干个体的人家还是凤毛麟角的。那时候大家都讲究个铁饭碗，谁要是去不了国营大集体单位，那在街坊邻居眼里就是没出息，生活所迫。但总有那么些脑筋活络、胆子大的人下海扑腾。就有这么一家人做了几年小买卖，赶上了好时候，愣是成了咱们那片头一个万元户。有了钱，腰杆子就硬。这家人很快就推了原先住的破平房，原地起了幢2层小白楼。您想啊，在那大片大片灰扑扑的平房区里，这座贴着白瓷砖的小2楼，那真是鹤立鸡群，甚是惹眼。当时不知羡煞了多少人，路过的人都要多看2眼，吐口唾沫骂一句烧包。这户人家有个20出头的女儿，长得水灵，经人介绍谈了个男朋友。等2人处得差不多了，姑娘就把小伙子领回家见家长。可这一见，姑娘的父母是说啥也不同意。为啥？就因为这小伙子没有正式工作，是个干个体的，没有铁饭碗。老一辈人思想固执，觉得干个体就是街溜子，不靠谱。一开始小2口情比金坚，立场坚定，说好同甘苦共进退，什么请吃饭、送礼物，什么下跪哀求，写血书，能使的招都用上了。不但没软化姑娘父母的立场，后来姑娘自己也扛不住家里的压力，站到了父母那边，不想谈了。按理说这当事人都不同意了，咱就鸣金收兵，好聚好散吧。不，这小伙子也是个1根筋，脾气倔得像头驴，一气之下不知从哪儿弄了包炸药，绑在腰间就奔了小白楼去了。据说这小伙子一开始可能也有想吓唬吓唬这家人的意思，想逼他们同意，没想到人家不仅不吃这一套，姑娘她爹还指着鼻子讥讽他是个窝囊废，借他个胆儿也不敢引爆。气血上涌的小伙子哪儿听得了这个，脑子一热就拉了弦，轰的一声巨响。在场的这4个人没一个留下了全尸，那座惹眼的小白楼也被炸掉了半边，焦黑一片。我小姨家离那小白楼不过几十米，爆炸之后她吓得魂都没了，不敢自己住了，就让我去给她壮胆。案发现场方圆几十米全都是破碎的砖头瓦块，还有早已无法分辨的残肢肉末混在泥土和砖缝里。那时候也不讲究什么专业清理，胆大的街坊就用笤帚、簸箕去扫，帮着收尸。房顶电线上挂着的碎肉就用筷子去夹，刚好又是3伏天。东北的3伏天闷热得像个蒸笼，现场1、2天又打扫不完，于是空气中就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味道，那种味道混合着血腥、焦糊和腐臭，不好形容。请各位自行想象一下，夏天垃圾桶里放了半个月的死老鼠是什么味儿？那之后的好几年，我小姨都没吃过肉，连带着连红瓤的西瓜都不敢看一眼。第2个故事，乡间旅社。这个故事是我从一个发小那里听来的。故事发生的时候，我和这位发小都还没有出生。发小的爷爷成分不好，解放前是个国军军官，可想而知，在后来那些年的每次运动里，他必然是挨揍的急先锋。批斗的时候，手指头、脚趾头被砸得没剩几个，身上更是伤痕无数。发小的奶奶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可绝对是位女中豪杰。爷爷数次遭劫，生死徘徊，都是奶奶冒着风险撒泼打滚抢回来救活的。家里大小事情爷爷没法出面，都是奶奶一人张罗。到了80年代初，境况好转了，不批斗了，可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少，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奶奶只能想着法儿的挣钱。后来奶奶腾出家里2间空闲的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开了个家庭小旅馆，管住宿，管伙食，一个顾客收个快8毛的，贴补家用。那个时候可没有什么农家乐、乡村游，来住店的
都是些跑采购、出差公干的人。有一回，一个客人走后，奶奶的二儿子去收拾屋子，掀开枕头，发现底下掖着300块钱。当年10元就是最大面值的了，整整30张大团结啊！当时的物价水平，这绝对是一笔小巨款了。二儿子眼睛都看直了，赶紧拿给老爷子。老爷子抽了口旱烟，发话了：钱不能动，人家回来找，就给人家没人要。再说转眼过了半个月，也没见人回来要。二儿子就心痒痒，问老爷子咋办。老爷子磕了磕烟袋锅子，道：把钱搁起来吧，没人来找，这是天意啊。一家人听了欢天喜地，那真是比过年都高兴，值此全家欢腾。热闹非凡之际，突然一个尖利的声音从一个人的嗓子里发了出来：放你娘的屁，狗屁天意！要不是大仙我把钱掖枕头底下，你们能花着钱赶紧给我杀个鸡吃。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奶奶。可此时的奶奶早已似换了个人一般，神情、体态、音色、语速与平时全然不同。那声音又尖又细，透着一股子邪性，气氛一下就紧张了起来。孩子们一个个倏若寒蝉，缩在墙角不敢吱声。这哪还是平时那个亲近的妈妈呀？还是老爷子见过世面，知道这是遇上脏东西了。他强装镇定，发了话：二小子还愣着干啥？还不赶紧杀鸡去！二儿子哪还敢耽搁，赶紧到院里抓了只大公鸡，3下5除2的抹了脖子，褪了毛，也不管好不好吃，扔到锅里，乱七八糟的撒了点盐和佐料就炖上了。平时啥好吃的东西都舍不得吃，都得留给老爷子和孩子们的奶奶。此刻却像只饿狼一样，一整只鸡上手，一边撕一边往嘴里塞，连骨头都嚼碎了咽下去。没一会儿功夫就吃了个干干净净，然后一抹嘴，倒在炕上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没事人一样。家里人一问，果不其然，昨晚的事儿啥都不记得了。东北的朋友看到这儿肯定明白是咋回事了，这就是黄皮子，黄大仙上身了。至于是怎么个因果关系，我和发小没研究明白。难道是那客人拿了黄皮子的东西，黄皮子借奶奶的手先把钱付了，然后来讨债？还是说先报恩后付款？这事儿至今是个谜。第3个故事，离奇的跌落。学校里死个人其实不稀奇，哪个大学没发生过点命案？校园命案无非就是情杀、自杀或者打架斗殴。但我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就其在超出了常理，让人难以理解，难以接受。那是90年代末，某幢宿舍楼里住的都是大4学生，即将毕业，大伙儿都在东跑西颠的找工作。楼里恐怕有一半的寝室都是空的，即便是隔壁寝室，几个月没见一面也是正常的。这要是搁在平时，甭说失踪了，就是谁夜不归宿了，第二天同学就肯定全都知道了。可在这找工作的档口，谁会在意这个呢？某甲同学很多天没给外地的家里打电话，父母惦记了，却怎么也打不通甲同学的电话。甲父母就给甲同学的寝室同学打电话，可这几位同学不是在单位实习，就是在外地跑工作，谁也没见过甲。就说甲可能也跑出去找工作了吧。甲父母又等了几天，还是联系不上急了，托甲的某个同学乙去寝室看看。乙到了寝室，敲门没人应，乙也是心细，觉得不对劲，就找了楼下的管理员来开门。推开门，一股扑鼻的恶臭。只见甲躺在寝室中间地上，早已没了气息。据说甲死了可能有个10来天了，现场没有血迹，甲身上也没有明显的外伤，难道是自杀？不可能啊！甲的同学反映，甲的心态很正常，没见到有什么情绪起伏，而且也绝对没有感情纠葛。他性格内向，连女朋友都没谈过，而且甲的专业也是很好找工作的，他没有理由自杀呀。可是他杀似乎也不太可能，体表没有明显外伤，体内也没发现有毒物质。有懂点法医知识的同学可能要吐槽了，是不是毒素已经在体内分解或者代谢掉了？就死者的专业来说，和化学实验室都不搭边，更别谈毒性化学品了。又有人吐槽了，那就不能是别的专业或者校外人员干的，好像也不大可能。那栋宿舍楼管理还是挺严的，大门有宿管大爷天天盯着，外人根本进不去。最后警方给出的结论让所有人都麻爪了，甲是跌落致死的，伤在头部，在宿舍里摔死，唯一的可能就是从床上掉下来。要真是这样，那就太冤了。4年了，
在这床上爬上爬下的都没事儿，怎么就突然掉下来，把脑袋摔碎了呢？而且从床上掉下来能摔死，那床离地也就不到1米高啊。第4个故事，血精。这是长辈讲的故事，时间和地点已不可考究，大家就当听个聊斋吧。话说村里有户人家姓王，结婚没多长时间，小两口就分出来单过了，独门独院，还散养了些鸡鸭，虽不富庶，却也滋润。一日，小王媳妇切菜，不小心划破了中指，血滴答一下滴到了正在炒菜的锅里。那时候农村人皮实，顾不上伤口还在流血，就顺手抄起了灶台上的吹轴，把锅给刷了。刷完锅，到里屋抓了点香灰，抹到伤口上，止了血就算完了。这事儿谁都没在意，转眼就过了差不多小2个月吧。入冬了，夜里没事做，小两口早早就睡了。一天夜里，听见厨房有动静，悉悉嗦嗦的，小王媳妇儿就让小王去看看。小王抓了根擀面杖，四下查看，也没发现个人影。接下来好几天晚上都能听见这声音，出去一看，依旧一无所获。两口子一合计，估计是有耗子了。天亮到厨房仔细翻翻，果然米面粮油都有被糟蹋的痕迹，粮食被糟蹋了，这还了得。小王在厨房、仓房，凡是耗子可能路过的地方都下了夹子，旮旯里也下了耗子药。可过了几天，非但连根耗子毛也没逮着，连院里的小鸡也遭了殃。顺着洒落满地的鸡血鸡毛寻去，在灶台边柴火堆里发现了一堆鸡骨头，这也不像是耗子干的呀。避开所有的陷阱，还能把鸡吃个溜干净，骨头都剔得明明白白。难道是黄鼠狼？也不对呀，哪见过黄鼠狼吃素糟蹋粮食的？小王一拍大腿，这事儿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了，还是找老书记吧。到了老书记家，把这来龙去脉一讲，老书记眉头一皱，记上心来，招呼小王凑过来，嘱咐道：“你只需如此这般。”夜里，小王钻进事先准备好的大箩筐里，藏在厨房的角落，静待事态发展。不多时，厨房里果然响起了动静。小王借着月光仔细观瞧，只见灶台上有一活物站立起来，好似四处侦查。小王憋着气息，瞪大了眼睛。好家伙，那哪是什么活物，竟是平时用来刷锅的吹轴。那吹轴见没有动静，从灶台上纵身一跃，落在地上时已化作猫狗大小的黑兽。看不清细节，只有那2只眼睛红得贼亮。待那黑兽出了屋，小王偷偷摸回了里屋，脱鞋上炕，搂着媳妇儿睡觉。一夜无话，天一亮，小王叫媳妇引着了灶火，自己提了个面口袋，把灶台上的吹轴这么一兜，用红绳扎紧了口。小王把媳妇支到外面，自己掀开炉别子，面口袋嗖的丢到里面，盖上大铁锅，再往灶上一坐。只听得灶里噼啪作响，惨叫声不绝于耳，那声音尖锐的像婴儿啼哭。据老人讲，人的中指流出的血属极阳，如果被什么物件沾染上，只要7七49天不见太阳，必定成精害人。谁曾想，这么个刷锅用的吹轴也能成精作怪，兴风作浪呢？第5个故事，谁在敲打我窗？有一年临近寒假，一个同学来找我，问知不知道谁假期不回家，想搭伴一块住。我奇怪，不是吧？你也是个小老爷们了，还有人晚上陪你上厕所吗？这位同学特有男子气概地抓起杯子灌了口水，翘着小指说：“你不知道，我们的楼不干净啊。”事情发生在这位同学的隔壁宿舍，那个宿舍里有个游戏宅男，就是咱们这个故事的主角了。上一寒假，游戏宅男没回家，打算在学校过年了。由于寒假学校里的人特别少，不比暑假，校园里的外卖、超市基本上都关掉了。游戏宅男就做了充足的战略储备，打算长期抗战了。可以想象，人走楼空的宿舍楼，空荡荡的，走廊两侧都是一扇扇紧闭的门，只有天花板上的声控灯偶尔闪烁。当然，游戏宅男根本不在乎这个，只要还有面包和方便面，他就可以连宿舍的门都不出。正当游戏宅男在网上站得昏天暗地、天地无光之时，忽听得几声清脆的撞击声，哒哒哒。宅男停了一下，见那声音没再出现，以为是听错了，继续在键盘上创造更高的手速记录。未几，又是几声清脆的撞击声，这回听得真切。
宅男狐疑地将头转向窗户，没错，肯定是敲窗户的声音。宅男就这么和窗户对峙着。5分钟过去了，没动静。宅男一扭脸，继续努力地提高手速。接下来的几遍又发生了几次。宅男嫌烦，果断戴起了耳机，心里骂道：不就是树枝敲窗户吗？扯什么犊子。第二天，宅男不得不出趟门了，估计是断粮了。宅男也能再坚持2天，可见键盘坏了就挺不住了。闲言碎语不要讲。宅男乐颠颠地抱着键盘走到宿舍楼下，愣了一下。楼下的树很高，能有3层楼高吧，但是他住在6楼啊。妈的，幻听绝对是幻听。宅男心里捣鼓着，打开宿舍门，一股寒气扑面而来。窗户怎么开了？不可能啊，别说走的时候没开窗，自打寒假开始，宅男就没开过窗啊。这特么肯定也是幻觉，我肯定临走的时候开窗了。我他妈肯定是昨晚没睡好，我他妈肯定是失忆了。凭借着强大的自我催眠能力，宅男硬是又玩了半宿的游戏才睡觉。翻过这一夜，宅男下午起了床，咽了2口面包，坐下来继续开战。激战正酣，那声音又响起来了。哒哒哒。宅男没搭理，再敲。宅男还没搭理，再敲。宅男回头大吼一声：你特么有完没完？那窗户也不是凡物，岂能示弱？也大吼一声，砰，窗户开了。零下20多度的寒风一下涌了进来。宅男一身秋衣秋裤，不得不面对现实，打了个冷战。第二天，宅男觉得自己作为独生子是有责任回家陪父母过年的，于是他买了张站票，灰溜溜地回家了。同学讲完，叹了口气说：唉，其实那宅男还蛮帅的，只可惜是个直的，不然我就去陪他了。第6个故事，小美。我的朋友中有几位体质有点特殊的，不知道是不是巧合，都是女孩。这个故事要讲的就是其中一位的几段经历，咱们暂且称呼她小美吧。第一段应该是她高中的时候，小美下晚自习回家，家离学校不远，又有顺路的同学能陪小美走到家附近，所以小美就坚持不让父母接送。小美家是那种早先的工厂家属楼，外观上很旧了，没有什么小区概念，就是在平房区里挤出来那么点地方，盖起来的几栋破楼，楼下一块多余的地方都没有，逼仄得很。想回在4单元的家，就必然路过前3个单元的门口。小美走进黑乎乎的胡同，就看见1楼某一家的窗户透出点光。小美还想，挺好的呀，这么晚还有人没睡。一步步走近，小美觉得有点不对劲了。那透出来的光不像是灯光，没有灯光的光线强，说是烛光吧，透出来的颜色又不是那种暖色，泛着一种幽幽的绿。小美走到那窗户下面的时候，好奇地往窗户里看了一眼，这一看，小美全身的血液都要凝固了。小美原话是这样的，那是一张脸，由内而外泛着青绿的脸，就那么贴在窗玻璃上，悠悠地看着我。我问，是不是挂着的面具或者玩具啊？小美很肯定地说，不是，她有眼睛，还动来着。我又问，那你怎么就能确定她不是人呢？小美咽了口唾沫说，她没有身子，脖子以下就是空的。小美疯子一样的跑上楼，没敢和家里人说，怕家人不相信，就拐着弯的问那家人是谁。小美妈说，那是她单位某个同事的家，退休有10来年了吧，但7、8年前那屋就没人住了，也没人知道什么时候搬的家，搬到哪儿去了。第二段是大学的时候，小美和2个同学去另一个城市的同学家玩，晚上就住在旅馆。这个旅馆很简陋，就是利用一栋楼的一侧，这么一小窄条改造的，每一层也就4、5个房间。小美去的时候很不巧，没有在同一层的2个空房间了，小美他们4个人就楼上楼下的分2个房间住。一开始4个人聚在一起，在楼下的房间玩扑克，小美看见有个女人在窗外晃，小美很快反应过来，这是3楼啊。小美偷偷的又瞄了几眼，那是个身穿红连衣裙的长发女人，头发整齐的梳在脑后，披在背上，看上去非常正常，就像个普通的住户。玩了一会儿，小美和另一个女孩就上楼休息了。
小美还是没说，还是怕人不相信，在吓着自己的同学。小美和同学躺下要睡觉了，突然有人急促的敲门，敲得小美心里直突突。一开门，果然是楼下的2个同学，上气不接下气的裹着棉被，脸色煞白，待这口气喘匀了，这2个同学才缓缓到来。原来小美2人上楼后，这2位轮班洗澡，先洗完的就进被窝了，后洗完的这个刚出卫生间，正擦头发呢。抬脸一瞧，那个一身红的女人披头散发的就站在进被窝的那个女孩的床边，一动不动的，也看不见脸。谁受得了这个呀？擦头发的女孩一声惨叫，被窝里的一睁眼也是一声惨叫。2个人连滚带爬跑出房间，身上的擦伤都不知道是啥时候蹭破的。后来东道主女孩打电话让父母开车把他们4个接回了家。小美说她当时在楼上，其实听见楼下有动静了，但她没敢下去，因为她知道有些东西你越怕它，它越找你。第7个故事，铁道口。我小时候家附近有个铁道口，就是铁路和马路交叉形成的十字路口，本不是什么繁华的路段，却屡发恶性事故。要较起真来，铁路、市政都是要负责任的。可这个铁道口连个警示标识都没有，更别提护栏、起落杆什么的了，基本处在一个自生自灭的状态。那意思就是自己小心，听天由命吧。我就目睹过一起事故。我上学要路过，但不经过这个铁道口。某天放学，见到铁道口围了些人，我就知道肯定又出事了。想凑热闹，又不敢看死人。果然，再往前走2步，就看见一辆极度变形的3轮车歪在一边。我心里的2个小人正在争论要不要靠前呢。围观的人突然扯出个空隙来，只见一个穿军绿外套、头发有点长的男人趴在血泊里，脑袋上还有些白白的东西。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见死人，脑浆子。小心灵被深深的震撼了，万幸没看到那人的脸，要不肯定1个礼拜睡不着觉。听大人聊天说，那铁道口原来没这么邪性，早几十年死的人，怕也没这几年死的人多，而且死的都是开车的，行人反倒是没出过事儿。那是从啥时候变得这么邪性呢？早几年有户人家招了个上门女婿，这上门女婿倒不是严格意义上那种没儿子，招个女婿改姓当儿子，顶门立户的。这个女婿是外地人，退伍后分到工厂，在一线当工人。结婚后，老丈人贴补吃喝，贴房子，还给女婿换了工作，改去开车了。一开始，小2口的日子过得还是挺好的，女婿也能吃苦，在单位也挺受重视的。后来，女婿给提拔了，从开解放大卡改成开红旗轿车了，给领导开小车，那可是多少人都梦寐以求的工作呀。条件好了，眼界开了，女婿开始看不上自己的糟糠媳妇了。先是偷偷摸摸的搞外遇，后来干脆就光明正大的打离婚吧。媳妇儿哪能同意呀？一哭二闹三上吊，也没能挽回男人的心。媳妇儿估计是死了心，整天恍恍惚惚，有时候在道边一坐就是一天。出事的那天，媳妇儿就是那样坐在铁道口边上，双眼无神地看着远方。这时候，一列火车在远处鸣笛了。过往的行人也停了脚步，等着火车轰鸣着转瞬即逝。一直呆坐在旁边的媳妇儿，不知道啥时候站了起来。就在火车经过铁道口那一刹，一个身影飞快地扑了上去。据说后来尸首是一块块拼起来的，身后留下悲痛欲绝的老妇，还有一个没上学的小女儿。有人说，后来在那个铁道口看见过小媳妇哀怨的徘徊，注视着来往的车辆。也有人说，那肯定是她在那儿作怪，才这么多开车的在那儿丧了命，也不知道她在那儿等到她丈夫没有。第8个故事，诡异的天象。那时候大概小学1、2年级吧，不像现在的小孩负担那么重，吃完晚饭就可以自由活动了。那天吃过晚饭，我在家里百无聊赖地看新闻联播，隔壁的铁蛋和铁蛋爹兴冲冲地跑进来，快，不得了了，快出来看看。我屁颠屁颠地跟着跑出去，外面已经聚了一堆人了，整个厂区非常平整，除了突兀的大烟囱，就只有2层的办公楼算是高层建筑了，所以要是观天象的话，视野是非常开阔的。顺着大伙的视线看去，北偏西的地平线上方有个煎蛋一样的东西，一个红色的圆点，直径大概有月亮的1/4吧，就是大小只够你能看清楚它的形状，但提供不了别的细节。
圆点虽是红色，但并不明亮。这个圆点就好像是放在一个白色的圆盘里，那圆盘是淡淡的白色，像是薄薄的一层雾。透过它，你能看到后面的星星。圆盘在慢慢的扩大，而那个红色的圆点依旧在圆心的位置，大小也没有变化，大概持续了几十分钟吧。那个圆盘已经扩大到遮盖小半个天穹了，在场的大人也没法认定它是什么。一堆人就那么呆呆地看着，后来看累了就回家了。一个细节，当时有人跑到办公室给本地电视台打电话了，电视台说拍到了，第二天的本地新闻联播会播放这条新闻，大家就很兴奋地等着。可等了好几天，电视台也没播，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直到去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国外的视频，上面记录的天象和我小时候看到的极为相似。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搜来看看，那到底是什么？没人知道。第9个故事，小西。前面提过一个叫小美的朋友，今天就讲讲另外一位朋友的故事，权且称呼她小西吧。小西的经历是我听过最震撼的，说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世界观，也不夸张。小西是那种干干净净、柔柔弱弱，不爱说话，说话就脸上带笑的女孩。我也是怕生的慢热性子，所以这些事都是好久以后混熟了才听小西讲的。起因是一条地下通道，我和小西都到通道口了，小西突然拉住我说，咱们还是从那边的斑马线过去吧。我不同意，那多绕远啊。见我执意，小西很无奈的就随着我下去了。在通道里，就看小西的脸色不太对，我实在不是察言观色的人，也不知道到底哪儿不对，但又憋不住，就问他怎么了。小西就很敷衍地说，没事，没怎么样。走出地下通道，在我不懈的威逼利诱下，小西才说，你知道吗？刚才你和个人影撞一起了，然后那人影从你身上穿过去了，当时怕你害怕就没说。我顾不得颤抖的身体，颤抖的声音，刨根问底拦不住。小西有记忆的第一次是很小的时候，那时候住在奶奶家，晚上奶奶不让她出去玩，小西就只能在院子里数星星。数着数着，小西就看见院墙上站着个穿着芭蕾舞裙的女孩，挽着个发髻，特别的漂亮。小西看着喜欢，叫小女孩下来陪她玩，可无论她怎么叫，小女孩都不理她，好像意识不到小西的存在，就那么踮着脚尖在墙头上慢慢的走着。小西跑进屋喊，奶奶，奶奶，咱家墙上有个小女孩，你叫她下来陪我玩呗。奶奶陪着小西出来的时候，小女孩就已经不在了。奶奶责备小西不要说怪话，还让小西委屈的够呛。等小西大些了，才知道自己看到的这些别人是看不到的。小西说，这些东西看上去不像人那么实，是有点虚虚的，脚下好像站不稳似的，颜色也有点灰灰的，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白天很少能见到，晚上9点以后就多了。有的就那么呆呆地站着，有的匆匆地走着，对身边过往的人也没有什么反应。不过要是你盯着某个一直看，他也会察觉到，然后回看你，但是也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小西也从来没看过他们之间交流或者有其他互动的，都是自己忙自己的，没有看过腐烂的或者骷髅。最恐怖的就是生前受过重创，脸上带伤的。他们大多数好像也不愿和人接触，一般都待在人少的地方，光线暗的地方，所以小西晚上很少出来。他没办法视而不见，看见了总是要躲的，这在别人看来就会很怪异。小西刚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候，还是挺害怕的，不过从来没遇到过麻烦的事儿。再加上随着年龄大了，视觉上那些东西也渐渐模糊，不那么清晰了，所以小西也习惯了。小西很少和别人提起，他觉得没必要让别人觉得他是神经病。怪人和别人争论真假也让他感觉麻烦。小西希望有一天他能彻底的看不到那些东西。我智力有限，无法揣度世界的真实面貌，但也许这个世界真的有另外的解读方式。小西极为严肃地说，让我震惊的是，街上不仅能看到跑跑跳跳的小猫小狗的灵魂，我还见过走路的衣服和飘来荡去的毛巾。好了，烟抽完了，茶也凉了，今天的故事就先到这儿吧。这些事儿信则有，不信则无，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图的是个平平安安。要是真遇上什么邪门事儿，记住一句话，心生正气，百邪不侵。
各位老铁，咱们下个帖子